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用了9年的铅酸电池充电器，不但充电器没有损坏过，而且电池现在还能够用，说明这个充电器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。但是呢，打开以后一看，它的电路非常的简单。前边是我们所熟悉的3842电路，这是它的功率管，这是开关变压器，这是300伏滤波电容。后边只用了一个运放 LM358，仅用了这2部分电路就实现了充电器的功能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LM358 周围的元件以及它的控制原理。前面的3842电路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。由于它是一个48伏20安的，所以它的开关变压器的线径还是比较粗的。输出端这个是电流取向电阻，这个是输出的假负载电阻，并联在输出滤波电容两端是 6.8K 的。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构成了这个二极管的抗干扰电路，两个元件串联后与二极管并联。这个二极管是一个防反接的二极管，它的正极接在我们电源输出的正端，也就是滤波电容的正极，负极接在我们的输出端电平的正极。通过这个运放来控制指示灯，包括 TL431 和光偶来控制前边3842输出的占控比，从而控制输出的电流大小和电压高低。LM358 的8角是供电，4角是接地。供电呢是接我们这个电容的正极，也就是这一路输出整流以后的正极。除了给运放供电以外，还给我们的风扇供电。风扇呢是通过这个3极管来控制风扇的转与停，同时这个3极管呢又受运放的控制，所以呢就可以让风扇在充电的时候旋转，在停止充电时停止。由于我们在板上看线路比较乱，而且元件较多，不容易说清楚，那么我们画一个简图就很容易把这一部分电路给它理清楚。我们看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，它主要是检测我们输出端的电流，这个位置就是接地端，也就是我们输出电容的负极，这个是电流取向电阻。由于当后极充电的时候，会在电流取向电阻上产生压降，电流的方向是正极输出端通过电池，然后负极，然后通过我们电流取向电阻回到大电容的负极，在这端就会产生压降。这个压降通过这个 1K 的线流电阻送到我们这个358的3角和6角进行电流取样。很显然2角是通过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输出端的电压经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而5角的电压呢也是经一个线流电阻一个分压电阻得到一个基准电压。当3角电压也就是电流取向电阻上的电压高于2角电压的时候，1角就会输出高电位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高电位一路加到我们这个红灯上，那么这个红灯就会点亮。同时在1角是低电位的时候，由于这个风扇驱动3极管是截止的，所以这个绿灯是亮的。而当1角是高电位的时候，由于这个3极管导通使这个位置为0，那么这个绿灯熄灭，红灯点亮。同时1角输出一个高电位加到这个3极管的基极，这个是一个 NPN 型的3极管，它就会导通。由于输出端通过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把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基准电压，送到431的控制极，那么431的导通量就会受这个位置电压的高低控制，从而控制光偶的1、2角内部发光管的发光量，从而控制后极输出的占控比，从而控制整极电流的大小。很显然，当后极充电的时候，1角是高电位，那么这个3极管基极是高电位，这个3极管是导通的，它把这个位置的电压就拉低了。注意一下，这个3极管这个位置有一个线流电阻，那么相当于对地分压而不是直接导通入地，所以说呢431控制极的电压会略有降低，这时输出的电压就会相应的升高，使电流增大。
当电流取样电阻层的电压进一步升高的时候，六角电压高于五角电压，七角输出低电位，通过隔离二极管送到光耦的二角。由于光耦的一角是接我们这端的供电，二角通过这个二极管导通，使内部发光管的亮度最大，光耦的四三角饱和导通，从而使电源输出的占空比减小了整极电流。实际上呢，5、6、7在这里边主要是起到电流恒定的作用，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20安时的充电器，最大电流能够达到3安，就是通过5、6、7角来控制的。它的1、2、3角呢是通过检测我们电流取样电阻层的电流，控制转灯和风扇的开启，以及通过这个三极管的导通，使我们431控制极的电压降低，从而使后极输出的电流增大，再通过5、6、7角进行横流。很显然，这个充电器一共是2段充电，一个是横流充电，一个是横压充电。当电池电压渐渐升高，接近充满的时候，在电流取样电阻层的压降就很小。由于三角电压低于二角电压，所以一角输出低电位，这时绿灯被点亮，红灯熄灭，同时风扇停止，这个三极管也截止。431控制极的电压不再受三极管的控制，使431导通量恒定，从而使后极输出电压在56伏左右，达到一个横压充电的目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